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伟。上次我们开的我已经说过的是比较少见，或者说比较少人在讨论的方块嘛。那今天的这一个是又更少人在讨论的，但我觉得还是要帮他们介绍一下哈。好，就是圣手的御风系列，这个名字其实非常的好听哦，很有武侠小说的那个味道在。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蛮用心在做这个外形设计的，其实是很好看的，整体的那种感觉还不错啦。但为什么没什么人在讨论？大家已经对圣手这个厂牌的速解方块失去信心了嘛？好，御风345这个名字会让我那个联想起多年前有一款叫御魔吧，它也是一个御，然后御魔。好，那个系列其实我觉得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它便宜又好转，现在应该已经找不到了啦。来，御风3阶，盒子方块都蛮轻的。好，来御风4阶，但4阶就比较重了，4阶重蛮多的。好，御风5阶，3阶有 logo，4、5阶都没有 logo， 简简单单啦哈。如果没有这个腰带的话，这个外盒就有够素的，加上这个腰带就好看很多。来看一下配件吧。哎呦，它有那个弹簧草，但是为什么只有2颗啊？好，一只看起来是金属的呢。这只罗艾吧很棒哎，比这个好多，而且又。哎呀，不错，它还有压花纹呢。这礼拜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有让我惊艳到。他送一个这么好的螺丝起子，你看上面还有打 logo 哎，深受。OK， 好，解法，他们基础的啦哈。来看4阶好了，通常我不会一次开3、4、5，但是御风我想说一起介绍。好，御风的4阶，它附了6只螺丝、6只弹簧，好，一样是有这个感觉就非常高级的螺丝起子哈。好，就这样，跟解法啦，跟解法，好特别哦。为什么是附？为什么它3阶是附这样子的配件啊？5阶，很大圈的弹簧、螺丝哦，跟垫片哦，然后还有高级的螺丝圣手起子。不得不说，如果光看方块跟螺丝起子的话，螺丝起子比方块还要有质感。它的 logo 3阶的 logo 这应该是类似转印的方式印上去的，可能是 UV 哦，因为它是有厚度的，还刮不下来。好的，3阶蛮轻的，但4阶、5阶好重。好。很少见的是，它全部都是做亮面的。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要做亮面的，是因为这种处理就是只要它塑胶射出退膜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刮痕。这个果不其然，它上面已经都是刮痕了，手比较粗的去摸都可能会产生刮痕。所以买这个系列，你可能就真的是不在乎它的外表哈，是亮面的啦。但这个7、8、9年前的方块，大家都是这一种的啦。现在真的是比较少人做这个了。好，亮面的，来看看它们的重量哦。3阶76克，4阶114克，5阶141克。好，尺寸3阶是56.2比56略大；4阶60.3，比60略大；5阶62.5。好。好了，算还蛮标准的尺寸啦。好熟悉的手感啊，这颗5阶紫麒麟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它内部也是做亮面的，所以它转起来内部的接触摩擦面是挺密合的，那这个会有点不太好。好，4阶很轻，4阶的手感蛮轻的。好，中层的磁力偏强。中层磁力偏强，外层磁力是弱的，还不错啦。好，哎呦，它3阶的磁力蛮不错的呢。3阶不黏很轻快，很轻滑，松滑。然后好大声哦。
它会自动回正的，因为它很轻嘛。好，弹力很，哎呦，轴距超级小的，轴距很小，轴距很小，轴距很小，拉不开哦，根本就没有调过。可是那个转动的很轻快啦。好，然后震动碰撞也蛮多的，所以你看听到声音就很大嘛。哎呦，掉齿了，太烂了吧！糟糕，我们这样子会不会扣他的分数啊？实际开箱就是这样嘛，你买回去你有可能遇到这个情况啊。好，我刚开转没几下就掉齿了，可是它的磁力的蛮好的，你看，它的磁力的效果好像有走齿轴距真的太小了，很难拆，必须要开盖子。哦，有，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手动就可以调弹力、压缩、弹簧的空间这样子。好，只能顺时针转哦，它是逆向的棘轮是不能逆着转的。好，就是这样子拨着它，来。哦，有啦，它有走齿啦，难怪。哎呦，吼吼，哎呦，厉害咯！它有3组磁铁，3磁定位。哇，它内部的纹路也好细哦，鱼鳞纹可是做的超级细的。来，它在这边一组传统磁铁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MS3X 也有的那个底部的磁铁，在 MS3X 里面这一组磁铁已经可以基本上代替轴齿的那个效果，因为它很接近轴心的。可是圣手不死心它在它的脚块这个地方伸得很长，又多一组磁铁，然后轴心也多一组磁铁。轴心的磁铁也非常靠近轴心这个哇塞，好小。所以它有3组磁铁是出厂就有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出来，但我给各位看一下。我发现它转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螺丝已经放得很出来，所以可以看得更明显。它一离开磁吸定位点的时候，整层好像会浮起来一样，就吊起来，就有没有？整层就浮起来了。可是它并没有鞭刺啊，怎么会这样？它在这个地方，磁铁在这个地方有一股相斥的那种感觉，这是跟什么刺啊？好，这个方块确实手感可能跟最近这1-2年的主流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啦。有人说，如果你已经有很多不同方块，你想要尝鲜的话，就会建议你可以试试看。但如果你是要买你的第1颗、第2颗，或是你要主力的话，这个我可能是劝你还要再想想。但是手感是真的很有趣啊，圣手应该是有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哇，这个非常的这个热情啊，这个声音好热闹。OK， 好，来看看世界吧。其实这个世界的出场的感觉就会让我联想到奥数吧，就是很久以前的奥数那一种小小的磁力配置的也蛮刚好的啦。其实转起来很舒服，跟3阶给我的第一印象差很多因为3阶真的是很奔放，这一颗感觉就比较沉稳一点好，这一颗蛮不错的，而且它的轴距一样是很小。看这颗，因为我刚刚有转松了。这颗的轴距出厂轴距很小，其实这蛮适合给新手用的，因为他们不会被那个太大的容错给惯坏手这样子。其实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有掉齿所以不过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了。但这一颗的内层、外层，我觉得转起来都蛮舒服的做出这样的世界，我觉得是值得赞许的啦，还不错，这颗还不错。好，这颗世界可以，很可以。你看我转这么久了，我没有什么卡到，而且世界的碰撞做的比3阶还小，这是怎样？通常都是反过来，因为世界零件多嘛，那它世界转起来就是很平滑、很滑顺而且没有什么阻力，碰撞也很少。好，然后
磁力的配置也非常的得体得当，还不错。那这个3阶的磁力就有点太多了，但不是强磁，它没有到很强磁，它就是走齿的那个磁力很明确，所以我刚刚讲它段落感很清楚这样子。这个就还好，来看5阶。5阶就偏重了，偏重。好，然后转起来没有什么润滑嘛，所以就是很硬啊。好，一样，它的轴距出厂都是给你紧紧的哈。这个蓝色好特别哦，这种水蓝色的。但为什么你3阶是这种棕的蓝色？为什么？好，3阶来，内部是强齿的，外部是弱齿的，可以，这可以。好，然后出厂也不油。好，它的容错呢比4阶好，比4阶还好，那这是当然的嘛。好弹哦，好 Q 弹的手感啊。对，其实它的结构应该就是比较传统的5阶吧，弹簧5阶吧。也还不错啦，除了它比较偏重一点那至少它不粘手不黏腻。好，一样是内部光滑面的那种摩擦感。然后像4阶啊，其实我注意到它在这个地方可能不一定拍得出来，它在这个地方它有做一个很小的弧度的弧面的，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摩擦面积啊。这个情况在5阶也有，难怪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它内部明明应该是光滑面应该要很密合，但其实也还好，它都有在这种很细节的地方你看不太到的地方，它并不是直接挖仿黏狗草，它就是做很小幅度的一个坡度吧，所以让你看起来好像密合，但其实它还是有很有效的去减低它的摩擦面积的。我这样子开下来，我觉得这个系列应该是手感跟那个表现应该是蛮偏向给新手的，因为它的轴距都不会让你太大，容错什么的。但是这个3阶就有点，这2个不跟它好。这个3阶是最不听话的，有趣啦。好啦，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花太多的篇幅去讲解他们的结构了。我只能说，这个你就看我们这个转起来的感觉，然后你自己去感受，自己去判断你觉得这个值不值得买啦，好不好 ？OK 啦，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啦哈。只能说我是希望圣手可以再多做一点有趣的东西，或者说可能更接近主流大家玩的那种手感，也不错啦。好 ，OK， 看看他们还不会继续出御风26789。好，我是胡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这个经过了大概1个礼拜的相处，其实因为在开箱的时候，4、5阶的表现其实已经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可圈可点。那唯独这一颗3阶，就是想要多花很多时间跟它好好的磨合一下，这样子磨合一下感情好，这个也要感谢我们那个缓冲油确实在这一颗上面发挥很大的作用。那我现在在剪片的时候回放再看我开箱那时候的那个手感，跟我现在在转这一颗的这样子的感觉。就确实是觉得根本就是不同方块的表现了啦。好，经过了磨合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这一颗已经没有刚开箱那时候那么难控制那么飘忽不定，那么狂野这样子，声音也小了很多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3重磁力的结构，让这颗方块变得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你还是要持续的灌注缓冲有那样子的粘性油，限制它的漂浮这样子。好啦，以上就是这个御风系列的简单的开箱啦，是很简单啦，但是因为像这种表现这么奇特的手感的方块，就会让我想要多花很多的精神来好好研究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它变得更好转。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一颗的手感变化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给各位做个参考了哈。OK。